根据道教、佛教文化理论，人死后会去阴间，会由阴间的捕快，也就是黑无常和白无常前去勾出人的魂魄，带进鬼门关，再由阴间的两大使者，也就是牛头马面，把亡灵带到阴曹地府，接受阴间大法官十殿阎罗们的审判，最后再决定亡灵是可以进哪一道继续轮回，或是上天去享福，或是再次投胎为人，或者某种动物，或是被打入传说中的18层地狱去受苦。那么人死后是直接进入鬼门关吗？不是的，其实在鬼门关之前还要去一个地方，那就是本地土地庙。本期视频跟大家说说，有个通阴的大师带了一个凡人到阴曹地府通阴的经历。第一站，土地庙。刚刚过世的亡灵叫生魂，亡者肉身四大分解后，承载着生命信息能量的载体从身体中经过大概12个小时的时间分离出来，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灵魂。灵魂在脱体的过程中会很痛苦，所以家人最好不要动他的身体，帮他减轻他的痛苦。每一个地方都有土地庙，有些是我们阳世的人肉眼看不到的，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。它给人的感觉就和电视里看到的衙门是一样的，古色古香的装饰，中间一张棕红案桌，上有本地的户籍册，记载着本地的山川河流、人口牲畜、人员多少等等。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土地保一方人。一个灵魂的出生和死亡都要经过当地的土地庙。土地虽然神位低微，但却是家喻户晓的正神，更是天下各路堂口和神界沟通的一个重要使者。上到表文的传送，下到拜金的焚化，都离不开土地公公的帮助。当有人阳寿已尽，阴兵也就是黑白无常会拿着勾魂牌和批票，押着亡魂到土地庙通关。土地公公要打开本地户籍册进行核实，此亡人系属本地人士，确实寿终正寝，又一一核实并无差错后，便在批票上盖上本地土地大印，通行阴间。在土地公公神案的两边有2个通道关口，一个是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路，一个是前往阴曹地府的黄泉路。一个关口光明万丈，一个关口漆黑无比，阴兵压着灵魂化作阴风来到鬼门关。第二站，鬼门关。鬼门关也就是鬼国的必经关卡。鬼门关前有16个大鬼，传说阎罗王专门挑选了一批恶鬼来自镇山把关，他们对劣迹斑斑、恶性未改的亡魂野鬼盘查得格外苛刻严格，让人不能蒙混过关。生前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，来到这里都必须接受检查，看看是否持有鬼国通行证、路引，这是人死后到鬼国报到的依据。路引长3尺，宽2尺，是用黄色的软纸印做的，上书为丰都天域阎罗大帝发给路引和普天下人必备此引，方能到地府转世升天。同时路引上面盖有阴司、城隍、丰都县府3个印章，凡是人死后入殓或火化时烧掉它，就会随灵魂来到地府。第3站，黄泉路。过了鬼门关，接下来就是一条长长的黄泉路。人的魂魄到阴间报到要走很长一段路，过很多的关，因此黄泉路可以是对这些关和路程的总称，也可以单指这条名叫黄泉路的路。人的阳寿到了就会死，这是正常的死亡。正常死亡的人首先要过鬼门关，但那些阳寿未尽而非正常死亡的，他们既不能上天，也不能投胎，更不能到阴间，只能在黄泉路上游荡，等待阳寿到了后才能到阴间报到，听候阎罗王的发落。常人说黄泉路上不好走，黄泉路上无老少，确实这样。黄泉路上向上看，看不到日月星辰，向下看，
看不到土地尘埃；向前看，看不到阳关大路；向后看，看不到亲朋四邻。有人会问了，死者的家属给死者烧去了纸牛、纸马、纸车，为什么不用这些工具呢？殊不知，这个时候亡人的灵魂还不能叫做鬼，只有进了丰都城，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鬼魂。有些地方有些习俗是买寿抢魂，抢魂的地点就在这个黄泉路上。因为还没进入丰都城，一切都还有转机。用现在的话说，黄泉路是一个事故多发地段。黄泉路上一路崎岖颠簸，各路灵魂有的哭嚎不肯前往，有的满嘴花言巧语讨好阴兵，有的迷迷糊糊一路直走，任凭灵魂怎么哀求，怎样使出浑身解数逃跑，都挣不开阴兵手里这死亡的铁链，一路归去。任凭灵魂走得多累，鬼差都不会让你休息，必须要尽快赶路，走出这黄泉路。目的地都是同一个地方，阴曹地府丰都城。另外，黄泉路上是没有任何店面的，阳间有再多的钱财在黄泉路上也一样白费。第4站，望乡台。走出了黄泉路，便上了望乡台。望乡台又称思乡岭，走到了望乡台，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。阳间的肉身这个时候也差不多都到了入关装脸的时候了。老话说，一到望乡台，远望家乡回不来。高高一个石台，发出阵阵阴光，坐卧路转之势，上可回头瞻望，书写3个赤红大字望乡台。在这里可登台眺望杨氏家中情况，于是这里就成了鬼魂遥望阳间的窗口，也成为了活人与死人联络感情的圣地。传说人死后1天不吃人间饭，2天就过阴阳界，3天到达望乡台，望见亲人哭哀哀。灵魂去地府报道前，对杨氏亲人十分挂念，尽管鬼族严催怒斥，还是坚持登上望乡台，最后遥望家乡，大哭一声，才死心塌地地前往阴曹地府。正是望乡台上鬼仓皇，望眼睁睁泪两行，妻儿老小为救策，亲朋济济聚灵堂。望乡台是亡魂最后一次向杨氏亲人告别的地方，建造甚奇，上宽下窄，面如弓背，背如弓弦平列，除了一条10级小路外，其余尽是刀山剑树，十分险峻。第5站，恶狗岭。下了望乡台，一路前行，忽听见一阵阵的狗吠声，那叫声越来越大，越听越觉得毛骨悚然。这便来到了恶狗岭，只见一群群的恶狗，目光凶横，满嘴钢牙，皮毛钢丝一般坚硬，向各路灵魂疯咬过去，不撕扯掉腿脚，绝不松口。各路灵魂使尽浑身解数，也难逃这恶狗的铁嘴钢牙，有的被咬断了腿，有的被扯断了脚，有的成了独臂，有的成了断手。殊不知，人从灵魂变成鬼魂也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也要经过这3灾9难。为人不容易，成鬼也不是这么轻而易举的。心中正想此事，一群恶狗也向云端上的我等疯咬过来。看到这一幕才明白，原来是人装棺入殓时给尸身手心转的干粮和打狗棒，为的就是过着恶狗岭而备的。不过生年属狗爱狗的人过着恶狗岭如履平地，一路向前；生年不属狗害狗杀狗吃狗的人过着恶狗岭，怕要魂飞魄散。杨世间那杀狗的屠夫到了此地，恐怕也要尝尝这被宰杀分割的痛苦了。恶狗岭满岭皆是残肢破体，污血淋淋，能全身过恶狗岭的寥寥无几。故此家中亡人的时候，可不要忘了这打狗的干粮和打狗棒呀。懂行的朋友应该知道，狗和鸡是阳间和阴间沟通的2个很重要的媒介。狗可以看到阴间的灵魂，而金鸡报晓，鬼魂就必须避让阳光，以免魂飞魄散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但是本系列视频到此并未结束，全篇共有17站，后面还会讲到迷魂殿、丰都城、
18层地狱以及地藏菩萨等等，内容十分精彩，还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方便观看后续精彩内容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